儿子被请家长，班主任是我前男友。他推了推眼镜，脸上写满了不信任。你侄子？我端起茶杯，悠闲地喝了一口。儿子。他瞪大了眼睛，脸色瞬间变得沉微。许年年，你才23岁，儿子17岁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我咧开嘴，皮笑肉不笑地反击道：我老公53岁，儿子17岁，这有啥问题？你想看清楚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拜金了？他低吼，眼睛简直能冒火。我挑了挑眉，慢悠悠地接上一句：段老师，难道你还没放下我？他差点气炸，你出去！哦，他急了，看来提起我，他的心情就不太对劲。大学刚毕业，失恋、失业、双失业症状全有，再加上我爸得了重病，急需用钱，真是无路可走。然后我遇见了解决方案，这位救世主是市里首富，一个老头。他找到了我，露出一个疲惫的笑。我得了病，活不长了，想给孩子找个陪伴，阿姨也行，姐姐也行。我心里一乐，别的不说，先扮演一下再说。于是我义无反顾地答道：行，没问题，我演个姐姐没压力。老头当真，第2天就死了。我们2个结婚证没领，婚礼没办。葬礼上，他的遗嘱像个大宝藏似的摔了出来，写着沈伯熙考上大学，给许年年5个亿。那几秒钟，我几乎没忍住在葬礼上笑出声来。5个亿，是时候庆祝人生的转机了。晚上，我躺在半山别墅里，盘算着怎么花掉这5个亿。哐当，门外一阵巨响，我的行李袋被扔了出去。我穿着睡衣，光着脚，冲到门口一看，我的行李已经着火了。我怒气冲天地盯着面前这个少年，他穿着囚服，满脸汗水，手里还捏着一根烟。你在干什么？他微微一笑，垂眼瞥了我一眼，抱歉，手滑，烟掉了。他居然把烟头往我行李上弹了弹，瞬间火势蔓延得更快。接着他毫不在意地转身，潇洒地上楼了。我顾不上和他理论，心急火燎地冲过去抢救行李，可惜已经晚了，所有东西都烧光了，就连我的头发都被烧掉了一绺。沈伯熙，我气得直发抖，冲上楼砸门。谁啊？里面传来一声懒散的声音。你妈！我气愤地大喊。门开了，沈伯熙披着浴巾站在门口，眉头一挑，我哪来的妈？你是不是看太多电视剧了？有啥特殊癖好？我几乎要咬牙切齿。沈伯熙，你放尊重点，我是你长辈。他露出一副玩味的笑。尊重？你半夜跑我房间，我还在洗澡，你跟我说尊重？你是不是脑袋被门夹了？我顿时哑口无言。阿姨，年纪太大了，我可吃不下。他说着，又毫不客气地关上了门。我傻眼了，这个小屁孩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难搞。17岁，个子有1.8米，嘴巴也得理不饶人，简直气到我头顶冒烟。我想了一晚上，还是想不通，为什么一个17岁的孩子居然敢拉屎在我头上？一定是我方法不对，得调整一下策略。第2天，我决定以爱与温暖的力量来感化这个恶魔。大清早我就起床，打算做顿早饭。1个小时后，我敲响了他的房门。沈伯熙，起来吃早饭，快迟到了。我压低声音，语气温柔的像是刚泡好的牛奶。门开了，沈伯熙顶着一头乱发，看上去比我还困，一副极其不耐烦的表情。大清早的，你又想干嘛？他语气沙哑，显然还没睡醒。阿姨做了早饭，赶紧洗漱完过来吃，吃完我送你去学校。我露出一个比太阳还灿烂的笑容。不吃。他头也不回的转身，直接进了屋。不吃？你这个年纪正长身体，怎么能不吃呢？我赶紧追上去，一边说着，一边装作关心的跟着他进了房间。真烦。他走到床边，背对着我，单手就把 T 恤脱了下来。阿姨这么说是为了你好，你看你身材保持的真好，不用减肥真的是。我一边念叨着，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脱衣服。就在我还想说点什么的时候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块光滑的背部，肌肉线条流畅，简直能拿去拍广告了。还想看？他那语气简直像是故意调侃，修长的手指停在裤子带子上，黑亮的眼眸一瞬间锁定了我。我去看看牛奶热好没？我吓得脸色一变，转身飞快地冲出了房间。天哪，这孩子17岁怎么这么早熟？我还没准备好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青春荷尔蒙啊！回到厨房，我有点后悔了。之前不是没看过男人，怎么就被一个小屁孩弄得脸红心跳的？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就一块猪排吗？我把牛奶端出去，在餐厅等着他。10分钟后，他下楼扫了我一眼，直接朝门口走，显然没打算来吃饭。沈伯熙，我做了早饭，你不吃吗？我高声叫住他。我为什么要吃？他毫不留情地反问我。我早上5点就起来做了，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很没礼貌吗？我站起身，有点急了。谁让你做了？他依旧没在乎。你爸把你托付给我，我得照顾你。我有点恼火了。谁承认了？他不再和我废话，单手拎包，踩着球鞋一脚踹开门。你真是不可理喻！我站在原地，气得想爆炸。他本来要走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转身端过我做的早餐，顺手找起。这么想当妈，他缺！我差点气得一口老血喷出来。还没等我反应，
他已经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坐上车扬长而去，留我一个人在原地，恨不得掐死他。感受到我和沈博熙的水火不容，我头疼的不行。上一秒我已经准备放弃，想直接摆烂了，下一秒5个亿在眼前，我还能忍一忍。我开始在某宝上疯狂买育儿书，看了一整天，终于让我燃起斗志。书上说，沈博熙现在的症状叫做青春期综合征，简单来说就是叛逆期。我不能和他硬碰硬，我得顺从他，再找机会感化他。晚上，我打电话给司机，得知沈博熙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酒吧。酒吧？你还小，去太危险。我挣扎了几秒，换好衣服，涂了个妆，毅然出门。我赶到酒吧的时候，好几个花枝招展的女生正争着给他喂水果，一个男孩独自一人在外，果然很危险。我心里默默想，我刚准备冲上去救下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屁孩，就听见他兄弟们在议论我。沈博熙，听说你爸给你找了个后妈，比你还小呢，长得还挺正，有照片吗？我也想要个后妈。电影看多了吧你？闭嘴！沈博熙冷冷地瞪了他们一眼，气氛瞬间安静下来。下一秒，他抬起头，正好和我对上了眼。他的眼神里混杂着惊讶、厌恶和漠不关心，搞得我都有点尴尬了。我站在原地，进退两难，最后硬着头皮走过去。这是谁？他的朋友们看到我，一脸好奇。沈博熙，这就是你后妈？卧槽！一群人瞬间起哄，我也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我转头看着沈博熙，他早就收回目光，端起杯子灌了一口饮料。你来这里干嘛？当然是来担心你，接你回家。要回你自己回。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继续喝酒。哎呀，阿姨怎么一来就走啊？一起玩呗。胡说，什么阿姨？明明就是姐姐。对对对，姐姐，喝什么？我请。几个大男生围着我不让我走。我坐这儿不会打扰你们吧？毕竟代沟嘛，我怕我一不小心暴露年龄。当然不会，姐姐，坐我旁边。一个男生热情地把我拉在他旁边。我抬头看沈博熙，他仰头喝完最后一口酒，站起来。你们真的有病。说完，他直接转身走了。看你干的好事，沈博熙那小子，你非要挨着坐，这下好了，他生气了。另一个男生过来拍拍他头，我这不也是活跃气氛吗？男生委屈抱头。我看着沈博熙远去的背影，一阵生气。他好像只要看到我就特别生气。他去上厕所。姐姐，你先说你喝什么？西瓜汁。书上说，叛逆期的小孩得和他成为朋友，慢慢来。所以，我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。刚开始我还挺拘谨的，结果几分钟后，竟然和他们打成一片。姐姐，大学是不是没有早晚自习，考试轻松？我擦了擦汗，当然，考试都是开卷的，轻松又自在，大家都得努力考大学。姐姐，大学里美女多吗？多呀，大学就没有单身狗。姐姐，毕业后工作好找吗？好找啊，好几十个公司争着抢我呢。小屁孩们，问题真不少。为了鼓励他们考大学，我真是连哄带骗，简直罪孽深重。小孩子们围着我缠了1个小时，还喝了1个小时的酒，直到沈博熙才回来。看到我们笑成一团，气氛融洽，他一张脸冷得像冰山。还不走？啊，还早吧。我拿出手机瞄了一眼，脑袋嗡嗡的，瞪了半天也没看清楚数字。沈博熙没了耐心，直接走过来，一把捏住我的胳膊，直接把我从人群中拎出来。你要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吗？后妈。他冷笑着看着我，很美吗？我的脑袋已经不清楚，开始胡乱问。他没有回答我。很丑吗？你等我整理一下刘海，我刘海分叉了。我边说边开始胡乱整理自己的发型。他没说话，直接把我扔到一边就走了。结果我没站稳，身子歪向一边，这时一只手稳稳地扶住了我。是他回来了。沈博熙。我醉醺醺地抬头看着他，说。他一边拎着我往外面走，一边冷冷地瞥了我一眼。你捏得我好痛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换了一只手，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。你为什么讨厌我？我摇晃着脑袋，试图理清楚自己说的话。我为什么要喜欢你？我挺喜欢你的，我打了个9个，同学。他瞥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你看你同学们都能跟我相处的挺好，他们还问我考大学的事情，问我，你闭嘴。沈博熙完全没耐心了。哦，他又生气了，他好凶。我赶紧闭嘴。3秒钟后，沈博熙，我想再不闭嘴，信不信我把你扔在大街上？我吓得赶紧闭上了嘴。1分钟后，我吐了，吐到了电线杆上、花坛里、垃圾桶旁，还有他衣服上，到处都是。沈博熙的脸色比任何时候都要黑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他走过来扶我时，满脸嫌弃。你让我闭嘴。我可怜巴巴地看着他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别跟我说一个字。他脱掉外衣，直接扔进了垃圾桶，叹了口气，想吐的时候除外。好。我看着他几千块的衣服被扔进垃圾桶，心里有点心疼，想着明天是不是应该去捡回来。可惜第2天一觉醒来，我就完全忘了这事。沈博熙扶着我在马路边等了几分钟，司机终于开车，他直接拉开后座，把我塞了进去。对，就是塞。我敢动吗？
我不敢。一路上我都没有再说话，因为我不能说话。车开到一半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迷迷糊糊的接了起来。在哪儿？一听到声音，我立刻意识到是谁了，是我的大帅比前男友段怀川。哎呦，我跟他分手了，在家常林肯里。许年年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亲爱的前男友，你听不清吗？我在家常林肯里。我忍不住扯着嗓子重复了一遍，就连司机也转头看了我一眼。沈博熙更是看着我，完全无语。失策，嚣张过头了。我捂住电话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很忙。你工作都没找到，你忙什么？我忙着带娃。挂了。被前男友气得差点失去理智，我的酒醒了大半，但我不敢面对，直接装醉，继续闭上眼睛。宿醉真的可怕。昨晚我不仅没卸妆，还以为这一天可以打理好，结果一早起来发现1个月的护肤都白做了。回想起昨晚的场面，明明我是去接儿子的，结果自己喝成了这个狗样，拉着沈博熙一顿输出，脸面尽失，真的是生不如死。但没关系，我秉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态度，破罐子破摔。于是我开始熬夜打游戏，整晚对着屏幕，3点才睡，早上睡到12点，刚好自然醒。醒了之后，我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，就去后花园浇浇花，喂喂猫猫狗狗，没事了就买个包，实在没事就开跑车。有钱人的生活真是单调又枯燥。若不是沈博熙的爷爷打电话来约我们一起过中秋，我差点就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。这一阵子，我和沈博熙简直成了陌生人，和平共处，可谓相安无事。下午，我精心化了个美美的妆，开车去接沈博熙。保时捷停在学校门口，太显眼了，几乎所有人都围着偷偷议论。是个美女姐姐，天啊，谁的姐姐这么有钱？不是姐姐，是后妈，沈博熙的，我听我爸说的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嫁过去第2天，沈博熙他爸就死了，他还不是为了钱。这么离谱，他怎么有脸来接沈博熙啊？可惜了沈博熙这个校草，家庭真是复杂。我听着这些议论，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，赶紧戴上墨镜遮挡住尴尬。等了半天，终于看见沈博熙被一群男女围着走出来。少年就是少年，穿着校服依旧帅得不像话。他是那种典型的冷白皮、单眼皮，哪怕盯着一只狗看，眼神也显得异常深情。回想我高中时，像他这样的男生简直是梦中情人，难怪有那么多女生追。沈博熙，喊他的名字，他抬头，眼神一瞥就看到了我，但仅仅停留了1秒，然后就把目光移开，头也不回地往旁边走去。这小孩，我不敢再按喇叭，便压低声音喊：沈博熙，你爷爷让我带你过去吃饭，别叫我。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我扫了一眼周围的目光。哦，他觉得丢人。你上车我就不叫。我不去。你不去我就找不到路。自己导航。我不会。终于他停下了脚步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你很烦。行吧，我承认。但他终于上了车，这就很好。要我给你系安全带吗？我转过身，伸手去拉他的安全带，笑得像个讨好型的家长。他垂下眼看着我，一动不动。我被他眼中的寒光刺得一哆嗦，瞬间收回了手。还是你自己来吧。沈博熙爷爷的老宅在市郊，是一栋典型的希腊建筑，带个高尔夫球场，听起来像个奢华的度假村。从外面看挺普通的，几乎跟公园没啥区别。走进去，我差点被吓到了。这家里有矿吗？刚才门口那2头狮子不是金子的吧？我忍不住开口。沈博熙转头把我甩在后面，走得飞快，我赶紧小跑跟上。你觉得呢？他叹了口气，慢慢停下来等我。是金子的。你是不是准备上去啃了？才洗了牙，牙口不好。我喃喃自语。他没有理我。沈博熙，我小声喊他。又怎么了？他看我一眼，眼神里仿佛能把我丢进湖里。我突然觉得来你爷爷家应该背爱马仕的包，而不是香奈儿的。我不敢进去了。我满脸后悔。我身上这些衣服一加起来也10来万，真觉得自己不配站在这里。我觉得你不该来。他冷冷地看我一眼。他这一句简直说到了我的心坎里。要不你就说你一个人来的吧。我突然想起今天超市打折。许年年。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。是你非要来的。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他叹了口气，语气轻了些，跟着我，然后转身带我进了院子。院子里已经坐满了人，都是他家里的亲戚。我之前在葬礼上见过，但实在记不清谁是谁。看，他来了。一群人正在喝茶，看到我们走过去，齐刷刷地盯着我，脸上带着笑容，实际上却皮笑肉不笑。一个野种，现在又带个后妈，笑死了。我大哥也是昏了头，怎么会看上他？一个穿淘宝货的土包子也敢跟大嫂你争？那个所谓的大嫂是沈博熙父亲的原配妻子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现在的小姑娘整天不努力，就想着靠身体上位。就她那张脸，网上能找到100张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立刻就有人附和。我的脸火辣辣的，仿佛被打了1巴掌。怕了。沈博熙低头看我，嘴角带着笑。我怕什么？我攥紧拳头，我比他年轻30岁，况且是你爷爷让我来的，我就坐那儿。说着，我拉着沈博熙往爷爷那边走。来了呀。
老爷子看到我，脸色有些不太好，但看到沈伯熙的时候，眼神顿时亮了起来。伯熙，到爷爷这儿来坐。不了。沈伯熙完全不给老爷子好脸色，直接往远处的藤椅上坐了。我尴尬的打了个招呼，随便找个地方坐下。晚餐时，大家最主要的讨论话题是沈伯熙是留在爷爷身边，还是回自己家。我听了半天才知道，沈伯熙是他爸的秘书生的，所以和原配闹离婚，秘书带着沈伯熙出国后，他被他爸单独养着，几乎没回过老宅。显然，这也和家产争夺有关系，因为他要是回来，家族里的人怕他插足，所以都不欢迎他。孩子大了，终究是我们李家的血脉，总归得认祖归宗。伯熙跟大家不熟，这不是怕他回来住不自在吗？讨论得很热烈。你怎么想？跟着爷爷还是？他爷爷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再看沈伯熙，还是跟着你阿姨？我看向沈伯熙，他没看我，眼神冷漠，我却感到自己像坐在火坑里。当然是跟着爷爷，我一个外人得听安排，我谁也不跟。沈伯熙轻飘飘地说了一句，在场的人全都傻眼了。你还没成年。爷爷显得有些担忧，有的人成了年也不一定脑子好使。他突然瞥了我一眼，看我干嘛？那不行，你还小，必须有人照顾。爷爷叹了口气，这样，爷爷给你做主，明天就搬回来。我跟着他。沈伯熙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玩味。老头不是花了大价钱给我找后妈吗？不能便宜了他。这小子肯定跟我有仇。现在整个房间的人都在盯着我。那个伯熙爷爷，我发誓一定好好照顾沈伯熙。看起来不得不表个忠心。这个表态让爷爷脸上明显失望，但其他人却一个个露出了笑容。你爸给你留了一个分公司，等你大学毕业后再把股份交给你。爷爷叹了口气，语气中有几分无奈。那个公司效益那么好，老头子糊涂，爷爷你也糊涂啊？给个孩子，他能撑得住吗？众人纷纷表示忧心忡忡。我不要。沈伯熙直接甩了个无赖的回答。这小子真的是个活宝，一个大公司，他竟然说不要就不要。要？怎么能不要？我猛地站起来，指着那堆人，你们不就是想要他放弃？这一下可不好意思了吧？沈伯熙抬头，不解地看着，仿佛在想，你是不是脑袋被门夹了？爷爷，当时他爸爸说了，要我照顾他直到考上大学，他还未成年，按理说他做的决定还不算数，等他大学毕业后再决定不行吗？许年年。沈伯熙警告我，低声威胁。那群亲戚气得脸色几乎变绿。你未成年。我笑着提醒他，所以你还得听我的。还真是什么人都敢插嘴。原配突然跳出来了，像个防火墙挡在我面前。我不甘示弱，冷冷地看着他，我不是什么人，我有名字叫许年年。谁认识你？在这儿跳什么？旁边的一个亲戚讽刺道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想，欺负我人少是吧？我认识。沈伯熙冷冷地插嘴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戏谑。那些人立刻闭嘴了。爷爷，死者为大，我觉得我们应该遵照遗嘱，您觉得呢？我抓住机会，继续推动我的立场。这关乎沈伯熙的钱，我绝不手软。气氛瞬间变得异常尴尬，仿佛每个人都在屏住呼吸，等待爷爷的决定。你说的对。爷爷终于拍板，那就等伯熙大学毕业后再自己做决定。晚餐后，我简直是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地吃着每一口，因为我知道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已经成了沈家眼里的头号敌人。回城的路上，沈伯熙依旧对我不满。你凭什么替我做主？我说了你未成年，那也不关你的事。这小子简直固执到不行，和我刚才对着他们家那些人谈判的时候，简直是两个人。沈伯熙，你现在还小，你不懂工作有多难找，钱有多难挣，知道一个公司代表什么吗？我尽量温和地劝他。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后半生都不用工作，吃喝玩乐3辈子都用不完。这些东西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，你懂吗？我顿时有些无奈，这就是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少爷，根本不懂那些吃过苦的人有多辛苦。许年年，你跟我妈一样。他突然冒出这句话，脸上的不爽更浓了。啊，我长得像你妈妈？不可能吧，你妈妈叫什么？说不定咱们往上数3代，真是亲戚呢。我试图调侃他，转移话题。他眼中闪过一丝冷光，语气冰冷，眼里只有钱，什么人都能啃下去，只图自己一时爽，不顾道德，不顾别人的人生。我顿时哑口无言。原来他生气的点竟然是这个。我缓了一口气，心里有些复杂。话不能这么说。我顿了顿，想了想，你的人生是在你自己手上的呀。你没听他们说我是野种吗？你讨好我又有什么用？我笑了笑，管他们怎么说，你要什么就去争取，争取不到不是还有我吗？有你。他冷笑一声，怎么？你打算养我一辈子？我顿时笑出了声。一辈子？我低头一看我的银行卡余额，差点笑场。怎么不可以吗？有病。他不屑地瞥了我一眼。拜托，我都快要煽情了，怎么能这么冷酷？再骂我，我真生气了。我举起拳头，摆出一副威胁的姿势。哼。他冷哼一声，毫不畏惧。你看那边是什么？哪里？我气得探过头去看，有一个小孩。他淡定地说，湖那边以前死了一个小孩，现在每晚都来找妈妈。啊，
我下意识地扑进他怀里。过了半晌，我才敢睁开眼睛，心里有些发虚，生怕看见什么不可描述的东西。那小孩走了吗？我颤抖着问。胆子这么小？沈伯希不忘冷嘲热讽。我才不怕。我嘴硬，试着从他怀里撤开，但身体太诚实了，下一秒我又抓紧了他。不是要打我吗？阿姨现在是要干什么？他带着戏谑的笑意看着我。后来的一路上，我的手一直紧紧抓着他的胳膊，仿佛他是我的安全感源泉。这臭小子捏住了我的弱点，一路上还在兴致勃勃地讲那个鬼故事，我真是气死了。回到家，我的魂都丢了大半。沈伯希突然来了一句：“忘了告诉你，那个孩子是我。”他没有理我，直接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这次我和沈伯希的关系算是缓和了一点点，大概就是指甲盖那么厚的关系。他还是不认我，也不服我管教，而我也依旧我行我素。不过他倒是没再扔我的行李，也没有把我做的早餐倒给金毛，姑且算是进步吧。作为他的监护人，我能不管他白天的生活，但晚上他去酒吧，我得跟着，得保证他安全。一开始他对我充满了厌恶，但到后来他渐渐变得无所谓了。通常情况下，他和一些小女生一起玩，我就和他班里的男同学打游戏，混得就像个兄弟一样。有天晚上突然发现他又在点酒，要不把酒换了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换什么？他斜睨了我一眼，眼里似乎有一丝不耐。牛奶什么的。我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有点怪，连忙解释：你们还小，别喝太多酒，喝点奶，能再长点。沈伯希，你妈妈让你喝奶？是。旁边有人忍不住起哄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有这么好笑吗？沈伯希突然站了起来，瞪了那些人一眼，顿时让他们不敢放肆。然后他转头看着我，嘴角勾起一抹笑，真服了你。说完他就去厕所了。他又不高兴了，真是无解。这时我的手机突然震动，收到闺蜜秦丹的微信，她回来了。这条简短的信息没有名字，但瞬间让我心里掀起了波澜。我拿着手机走到外面，拨通了秦丹的电话。什么时候？我急切地问。听说回来了3个月，没联系你？没有。我停顿了一下，想了想，补充道：大概有一次吧。就那次我喝多了，接到了段怀川的电话，挺丢人的。他和班花一起回来的，还通知大家开同学会。哦，是吗？分手1年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还是忍不住心里泛酸。你真的不和他复合？秦丹追问。复合什么复合？分手的时候他说他和我的眼界不同了，现在他是海归呢。海归有什么了不起？你现在还是豪门媳妇呢。一提到钱，我心情才稍微好点。段怀川是我邻居，我从小就喜欢他，他应该也喜欢我吧，要不然我大二表白时他也没拒绝。但没多久他就去国外留学了，我求过他别去，他却问我：许年年，你没有自己的人生吗？是不是没了我你就活不了？我等了他2年，结果他回来了，和班花成了幸福的一对。大4的时候我提出分手，他没挽留，我们就散了。同学会你来吗？秦丹问我。来啊，总得祝福一下前男友。我冷笑，他们开同学会就是想让我去。姐姐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秦丹笑着挂了电话。挂完电话，我对着花花草草撒了一会儿气，夜晚的风吹得我眼睛有些酸涩。这些花惹你了？头顶传来沈伯希的声音。我抬头看到他站在我面前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惊讶地问。这么有战斗力，看来你那个前男友也没那么重要。他淡淡地扫了我一眼。你偷听？我犯得着吗？他反问我，语气毫不客气。这是大人的事，小孩子不要插嘴。你也就比我大几岁，别总拿长辈架子跟我说话。论智商，我们俩谁高谁低，你心里明白。我被他说的气得几乎要吐血。顺便说下，我发育很好。他瞟了我一眼，得意的说完，便一把灭了烟，潇洒的走了。回到卡座，沈伯希懒洋洋的坐在那里，眼神淡漠，酒杯也没人碰一下，似乎什么都不想说，只是懒散的看着我，弄得我都开始偷偷摸摸的想找男生要微信了。同学，能加个微信吗？我鼓起勇气，小声问。当然可以，我加你。那男生刚准备拿出手机，椅子忽然被人踢了一下。沈伯希，你干嘛？你用什么加？小天才电话手表。沈伯希冷笑着问他。我？你？那男生涨红了脸，似乎很有些难堪。姐姐，我妈不让我玩手机，手表加可以吗？姐姐，加我，我有手机。另一个男生走过来，沈伯希睨了那男生一眼，男生的态度转瞬之间变得180度大转弯。姐姐，我也没手机。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尴尬。沈伯希站起来，冷冷地说：走了。他迈步向外走，我立刻跟了上去。为什么不让我加你同学？我有点生气。你闲得慌？加他们干什么？沈伯希斜眼瞪我。我想请你同学帮我个忙。我小声交代。什么忙？就是我突然灵机一动，要不然你帮我一下。说，假装一下我男朋友，因为我要去同学会。我不帮。他果断地打断了我。我还没说完，他就已经拒绝了。你不帮我，又不让我加别人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，
想对付你那个前男友，结果你居然这么没脑子。我是没脑子，你有脑子，全世界就你有脑子，可以了吧？我瞬间爆发。沈博熙愣了一下，终于反应过来，我是说这样容易穿帮，毕竟我俩站在一起，怎么看都不像情侣。你有脑子吗？你说的都对。我压抑了一天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，眼泪瞬间涌上眼眶。沈博熙，你到底能不能不再让我难堪了？我几乎是呐喊出来的。沈博熙站在原地看了我一会儿，突然摸了摸我的头，低骂了一句。我也不理他，径直朝前走。车来了，我甚至有些不想上车了，心里却也没什么方向。沈博熙和司机开车紧随其后，我有些心烦意乱的发誓不再理他。上车，我答应你。他突然从车里喊，大家还不满，我管你们爽不爽。沈博熙瞪了我一眼，我要回去。回去干嘛？我有点愣住。写作业。大家都惊呆了。老大，你从没听过课，你什么时候写过作业？对啊，不都是女生帮你写的吗？都闭嘴。沈博熙直接走到我面前，冷冷地说，走不走？走吧。我简直无语，他玩得好好的，突然就要回去学习，真是搞不懂他到底想干嘛。一个学渣还学什么？回家的路上，他坐在后座闭目养神，我忍了好久才开口问，他们怎么都忘了今天是你生日啊？他缓缓睁开眼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有没有可能我的生日根本不是今天？我怎么可能？ QQ 上说你今天生日，你什么时候加我的？他看着我，突然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。完了，我暴露了，我用小号加了他，不会生气吧？ QQ 上的生日也能信？他没生气，反倒有点无奈。是昨天，他淡淡的说。好了，不说了。我脸红了，捂住自己的脸，激动半天，结果搞了个乌龙。天啊，收了我吧！他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衣服，提着我从坑洼地带直接提过去。看路，别再瞎想了。自从那天之后，沈博熙竟然变了个人，酒吧那种地方再也没见他去过，每天早早就回家，像个老实人一样。每次我等他回来，问几句，他都简单回答2句，然后就一头钻进自己的房间。唉，真是变得太快，让人有点不适应。而我依然在噩梦的世界里挣扎，段怀川的影子就像个幽灵，挥之不去。于是我拨通了秦丹的电话，把这些鬼故事跟他说了。结果他一听，笑得像个疯子。你之前不是说你那个有钱老公带着个小屁孩吗？他嗤笑道。是啊。我无奈的答。那小屁孩现在这么帅，你这是骗鬼呢吧？他的语气里满是调侃。如果我告诉你我也是受害者，你信不信？我悠悠的反问。我信你个鬼，你偷着乐吧。他笑得像个猫捉老鼠。怎么，这个小帅哥聊得动你了？我才不跟他谈恋爱呢。我嫌弃的回答，又不是没道德。怎么不行？你那么年轻，怎么能抵挡得了一个帅哥呢？你居然能把自己控制住，我真是佩服。我有些无语，你还想当我儿媳吗？话题再度扯远了。我们明明是在讨论段怀川，结果不知怎么的，沈博熙又成了讨论的中心。我挂了电话，躺回床上，陷入沉思。心动？心动个鬼啊！我怎么可能对个小屁孩心动？可是想想那些令人脸红心跳的瞬间，给他系安全带时，他低声安慰我；开车时，他一路给我讲鬼故事；站在原地等我，目光专注地看着我，嘴角挂着微笑；还有他突然牵我手的那次啊！别想了，太罪过了，大家还不满，我管你们爽不爽。沈博熙瞪了我一眼，我要回去。回去干嘛？我有点愣住。写作业。大家都惊呆了。老大，你从没听过课，你什么时候写过作业？对啊，不都是女生帮你写的吗？都闭嘴。沈博熙直接走到我面前，冷冷地说，走不走？走吧。我简直无语，他玩得好好的，突然就要回去学习，真是搞不懂他到底想干嘛。一个学渣还学什么？回家的路上，他坐在后座闭目养神，我忍了好久才开口问，他们怎么都忘了今天是你生日啊？他缓缓睁开眼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有没有可能我的生日根本不是今天？我怎么可能？ QQ 上说你今天生日，你什么时候加我的？他看着我，突然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。完了，我暴露了，我用小号加了他，不会生气吧？ QQ 上的生日也能信？他没生气，反倒有点无奈。是昨天，他淡淡的说。好了，不说了。我脸红了，捂住自己的脸，激动半天，结果搞了个乌龙。天啊，收了我吧！他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衣服，提着我从坑洼地带直接提过去。看路，别再瞎想了。自从那天之后，沈博熙竟然变了个人，酒吧那种地方再也没见他去过，每天早早就回家，像个老实人一样。每次我等他回来，问几句，他都简单回答2句，然后就一头钻进自己的房间。唉，真是变得太快，让人有点不适应。而我依然在噩梦的世界里挣扎，段怀川的影子就像个幽灵，挥之不去。于是我拨通了秦丹的电话，把这些鬼故事跟他说了。结果他一听，笑得像个疯子。你之前不是说你那个有钱老公带着个小屁孩吗？他嗤笑道。是啊。我无奈的答。那小屁孩现在这么帅，你这是骗鬼呢吧？他的语气里满是调侃。
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也是受害者，你信不信？我悠悠的反问。我信你个鬼，你偷着乐吧。他笑得像个猫捉老鼠。怎么，这个小帅哥聊得动你了？我才不跟他谈恋爱呢。我嫌弃的回答，又不是没道德。怎么不行？你那么年轻，怎么能抵挡得了一个帅哥呢？你居然能把自己控制住，我真是佩服。我有些无语。你还想当我儿媳吗？话题再度扯远了。我们明明是在讨论段怀川，结果不知怎么的，沈伯熙又成了讨论的中心。我挂了电话，躺回床上，陷入沉思。心动？心动个鬼啊！我怎么可能对个小屁孩心动？可是想想那些令人脸红心跳的瞬间，给他系安全带时，他低声安慰我；开车时，他一路给我讲鬼故事；站在原地等我，目光专注地看着我，嘴角挂着微笑；还有他突然牵我手的那次啊！别想了，太罪过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里默念一遍：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是我们有道德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了开门的声音，我愣了一下，难道是沈伯熙回来了？我推开房门，正好看到他刚从自己的房间出来。沈伯熙，我叫了他一声。他侧头看我了一眼，立马移开了目光。我走过去，笑着问：你最近不是总是回得很早吗？要不要去做点作业？我开玩笑的提议，他之前说过要写作业，我还想这小子是不是突然开窍了？没有作业。他一脸不耐烦的回答：没有作业？你们老师是干啥吃的？我忍不住吐槽：又在打听你前男友的事？小屁孩竟然气鼓鼓的盯着我，谁在提他了？我笑着挡住他的门：我得履行你爸遗嘱，辅导你考上大学。他一脸不屑：真的？那你教我去大学？我才不信。我无奈的叹了口气：拿起书，你就等着，我要补课。说完，我推开他的门，坐到书桌前，从今晚开始，咱们好好补习。他扔掉外套，一副不情愿的样子走过来，在我身边坐下，明显心不在焉。我好奇地问他：你现在成绩怎么样？他随便回了我一句：200多分。我顿时愣住了，这也太低了吧？是不是直接睡着考试了？他瞥了我一眼，淡淡的说：别想太多，生活就得有点小打小闹。我忍不住笑了：好吧，500分，我保证你能考500分，毕竟我可是名师出马。500分？阿姨，你太自信了。他嘲笑道：就这么定了，以后数学课上见。我狠狠地拍了拍桌子，似乎我还得拿出点威严来。他看着我，似笑非笑：第一页是空白哦，阿姨。空白页？这本书怎么对我这么不友好？我有些哭笑不得，翻了翻书。哎，行吧，算了，来我自己来。我埋头给他讲了大半个晚上，口干舌燥，不知道他到底听进去没。最后他递给我一瓶水：你这又没人逼你，何必这么拼命？我喝了口水，终于缓过神来。这关系到你的一辈子，怎么能不认真？那关你什么事？真有趣。他轻笑：怎么不关我的事？你没学历，以后怎么办？苟活。他淡定的回答，简直要气死我了。你明天带数学书过来，我还得补课。真烦。他嘟囔着：烦就烦吧，反正我都是为了你好。我转身走到门口，刚要离开，看到他桌上的笔筒挂着几个卡通图案的橡皮筋。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谈恋爱，不好好学习。我指着他们：这是哪个女生的？我好奇地问。沈伯熙突然靠在椅背上，懒洋洋地看着我：不觉得眼熟吗？眼熟？哪里眼熟？我一看愣住了：操，这不就是我丢的橡皮筋吗？你，我急得跳脚，怎么会藏我的东西？他懒得理我，反倒淡定地继续玩手机。你待会睡觉，好好想想今天的知识点，我先去睡了。我无奈地想走，刚转身又折回来把橡皮筋拿走，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房间。回到房间，我靠在门后给秦丹打了个电话。这个点打给我，不是有大事吧？要是我不把你锤了，你信吗？他显然被我吵醒了，还处于迷糊状态。真有大事？我急得不行。说啊，姐姐，胃口都被你吊起来了。他有点急了。沈伯熙他喜欢我，他居然偷偷藏了我的橡皮筋，怎么办？我激动的简直像个小姑娘。我知道我长得好看，惹人喜欢，但我也不想老少通吃啊。我一口气说了一大堆，根本不管他能不能听懂。他喜欢你，恭喜。他不带感情的语气让我一头雾水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怎么确定他喜欢你，而不是看电影看多了，觉得私藏后妈的东西特别刺激，想满足些啥怪癖？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我听得心里一阵乱。你分析的挺到位的，不过别再分析了，拜拜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简直不敢再听他胡说八道。正当我松了口气，突然听见门外传来叩门声。谁？我心里有点不安。是沈伯熙，他怎么来了？他站在门口多久了？没听到我打电话吧？我开始紧张。有什么事？我低着头，小心翼翼地问。你的蓝牙耳机。他淡定地说道。哦，我才想起来，刚才随手把耳机放他书桌上了。谢谢。我开门，客气地接过耳机。他站在门口低头看我，像是有话要说，可惜没有走的意思。你快去睡觉啊，怎么还不走？我有点急了，心想
他不会又想干什么吧？你最近……他欲言又止，是不是睡得不好？我睡得好啊，怎么不好了？我好得很，我恨不得赶他走。别逗了，我睡得跟猪一样，睡得好还说梦话。他挑了挑眉，似乎在等我的反应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心里一惊，难道他偷偷安了监控或者窃听器什么的吗？不可能吧？猜的，看你黑眼圈那么重。他一副我什么都知道的样子。好了，走了。他走了，我心里顿时不安了，第一时间跑回房间，翻箱倒柜，把所有角落都搜了一遍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发现什么摄像头、窃听器之类的东西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想了半天，不禁摇头。完了，他太喜欢我了，喜欢到疯狂的程度了。结果第二天早上，我就被狠狠打脸了。段怀川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学校一趟。你是沈博熙的监护人，他因为早恋引发了班上2个女生为他打架，你来一趟。段怀川那语气简直让我想直接挂电话。我当时简直震惊了，他居然有女朋友，还一次性谈2个，难怪最近回家一副没睡好的样子，明显是体力不支，渣男一个。再次见到段怀川时，我特意挑了一套看起来端庄淑女的衣服，姐不只是来开家长会的，姐是来跟前任 battle 的。下午3点，我准时坐在了段怀川的办公室里，他扶了扶眼镜，一脸疑惑。侄子，我优雅地喝了一口茶。儿子，许年年，你23岁，你儿子17岁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我皮笑肉不笑，我老公53岁，儿子17岁，这也有什么问题？你怎么变得这么拜金了？段老师，难道你对我余情未了？他不说话了，取下眼镜，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。许年年，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，当初是你提的分手，你大可不必现在每一句话都带刺。段老师，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，今天我来是为了孩子的事，而不是我和段老师的私人问题。我不甘示弱，他还以为我是当年那个追着他跑，眼睛一看就能哭一晚上的许年年吗？不，我现在是冯牛骨路年年，跟他对话不再是哭泣，都是战斗。行，你非得这样跟我说话，我就当没听到。他脸色不太好，我们还是谈谈我儿子的事吧。他瞬间脸色变绿。沈博熙在班上谈恋爱，你不知道？他语气不太友善。像他这样的学生，按照校规本该退学的。我考虑到咱们有些交情，所以一直忍着。这一次他脚踏2只船，2个女生为了他大打出手，结果还住了院，家长都找来了，我必须给个交代。退学？我差点喷了。我高中时早恋也没到退学的地步吧？再说青春期有个喜欢的人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还是段老师，你没经历过青春期？我一针见血的回击。对啊，段怀川怎么可能有青春期？他的青春期都是我追着他，给他送花、送礼物、送情书，他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更可笑的是，后来我们在一起了，他居然问我，许年年，你大一就喜欢我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真想给他点好看。我初中就喜欢他，他是得有多瞎才看不出来？那段漫长的暗恋岁月，真的是我一个人的兵荒马乱。那时候想着好好读书，没考虑其他的事。他叹了口气，段老师真是模范学生。我语气带着讽刺，真不明白当年为什么会喜欢这么个木头。有2个方案，第一是退学，退学不行，我立马否决。第2个方案，你去给家长道歉，家长不投诉，消除负面影响，学校可能会考虑留下他。他爸爸捐过钱给学校，现在可不是有钱就能为所欲为的时代。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我差点没忍住骂人。算了，交给我，我去跟家长说，反正一直都是你闯祸我去解决的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显然没打算主动去处理。不用，我来解决。我站起身，毫不留情地说，你就别麻烦了。我提起包，转身大步走出了办公室。我花了一整晚，请了2个学生家长吃饭。饭桌上，2个妈妈对我一阵冷嘲热讽。现在的父母啊，自己不学好，怪不得孩子也学坏了。是啊，冯小姐看着最多35岁吧？啧啧，35岁，她眼睛是不是得了近视？我才23岁好吗？姐姐，你太会说话了。我今年虚岁40，姐姐你是怎么保养的？看起来比我还年轻呢。我的脸都快笑到抽筋了。真的吗？别骗我，真的。你一进来我就想问，是不是去微调了呀？怎么这么年轻？能不能推荐一下？哎呀，你把我说的都不好意思了。女人嘛，就爱美嘛。对了，我在会所办了2张按摩卡，我们3人有缘，卡你们不嫌弃的话，我就给你们了，去试试，看那家手艺怎么样。2个妈妈拿过卡，看到店名，眼睛都亮了。这家很高档，听说充会员都得1万起。放心，我给你们都充了18888的会员，姐姐们放心用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收着吧，都是姐妹，客气啥？整个晚上笑得我都差点笑僵了。回到家，我什么也不想做，只想摆烂。我正瘫在沙发上，突然听到沈博熙放学回来了。他换鞋的时候看了我一眼。沈博熙，你能不能只喜欢一个女生？我气喘吁吁地说。他神情一变，什么意思？你脚踏2只船，差点被退学，你知道吗？他盯着我，沉默不语。不过没事了，我已经搞定了，回去好好学习吧。他愣了好一会儿，居然有些生气，
退学就退学，我不需要你做什么。他居然生气了，我都快累死了。本来这阵子我放下对沈博熙的戒备，认真给他补习，但今晚他总是盯着我看，看着他那副毫不在乎的样子，我就来气。怎么了？他看到我突然不说话，问我。我好累。我心累。累就休息，谁让你补课了？他说着关上了手里的书。今天的还没讲完，明天再讲，你去睡。就在他说完这句话时，他的手机收到了消息，他把声音调成静音了，但是屏幕不停地亮起来，1个小时亮了好多次。头像是个女生，看起来是个可爱的狗狗头像。我在这里拼命给他补课，他倒是在谈恋爱。想到那天我低声下气去求那2个家长，简直气炸了。越想越生气，我爆发了。沈博熙，我再给你补课，你却心不在焉，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不想学了？我怎么心不在焉了？他平静的让人想抓狂。你看了1个小时的消息，给你女朋友发了多少条信息？谈恋爱能有个度吗？你就不懂尊重人吗？他愣住了，直勾勾的盯着我看。我没发信息。你没发信息，但你一直在看。不是女朋友，早就分手了。你在骗鬼呢？你怎么了？瞎吃什么醋？我吃醋？你脑袋正常吗？我可是你阿姨。我差点直接疯了，他居然觉得我在吃醋。我现在是真的想打人。你爱信不信，阿姨是吧？有事说事，别跟我吼。我就看你根本没心思学习，心里想的就是别的。你就这样永远只会一事无成。他也站了起来，气得不行。不管我是吧？当初也不是我求着你管我，你算我谁？我不是你谁，所以就这样吧。我丢下书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回到自己房间，躺在床上，外面突然响起了啪一声，门被用力关上。他出去了，我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冷静下来，我其实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生气。给他补课是我答应他爸的承诺啊，只有让他考上大学，我才能得到遗嘱上的5个亿。所以我到底在矫情什么呢？躺在床上等到12点，他还没回来。我纠结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决定换衣服去找他。他性格冲动，我总怕有个万一。但是这个点司机已经睡觉了，我也不好麻烦人家。站在路口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又想起了那花园，那边有湖，我得穿过一座小桥才能到别墅区外面打车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咬紧牙关，迈开了步伐。耳边风声呼呼作响，树枝被吹得摇曳不定，我的心跳也跟着加速。脚下不时有青蛙蹦出来，吓得我头皮发麻，大气不敢喘。走到湖边时，我简直快崩溃了。突然想到沈博熙说过的那个小孩。正在我感到越来越害怕时，远处突然闪过一抹摇晃的火光。鬼！我吓得差点没立刻昏过去，什么也顾不上了，拼命地往前跑。最后我一头撞在了墙上。跑什么呢？小心点！吓得我半死，抬头一看，居然是沈博熙。看到他，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我惊奇地哭了出来。沈博熙，我的声音哽咽，简直说不出话。哭什么？吓成这样！他拉着我的胳膊吼道：这么怕，还大半夜跑出来干什么？他越是吼，我越觉得委屈。我出来找你。他愣了愣，深吸一口气，骂我骂得那么凶，现在来找我干什么？我担心你出事啊。我一把抱住了他。我一个男生能出什么事？他没好气地看着我。他翻了翻口袋，没找到纸，只好拉起剃须给我擦眼泪。我看了好多电视剧，男孩子吵架冲动跑出去，要么犯了罪，要么被引到歪路上，要么就死了。我一边哭一边胡思乱想，想到这些可能性，浑身颤抖。你干嘛这么担心我？他皱了皱眉。我不担心你，谁担心你啊？我哭着问他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他突然看着我，问了一句，许年年，能不能别这么对我？为什么不能？我愣了一下。他皱着眉，叹了口气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对我，我会误会，会整晚睡不着觉，会。他话没说完，空气突然凝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明白。他看着我，低声说，我在这里等谁？你不知道吗？要不是知道你怕黑，我才不会在这里等。你还要我怎么说才明白？我愣住了。行吧，我承认，我真的慌了，怕了。下一秒，他摸了摸我的头，抱住了我。我的大脑突然空白了，完全不知所措，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推开他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隐忍，低下头，紧紧抱住我。我一瞬间心跳加速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头脑一片空白。他又小心地把手伸向我的发间，我猛地回过神，立刻推开了他。他站在那里，面露失落，像是做错了什么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大声吼道。我也不知道。他低着头，看起来很沮丧。对不起。你真是……我气得语塞，掉头就走。他没再说话，只是默默跟着我回家。那一夜，我彻夜未眠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等到他上学后才敢出去，结果一开门就看到他坐在沙发上盯着我。他看起来很疲惫，估计也是一夜没睡。怎么还没去上学？我故意不提昨晚的事。一会儿就去。他看着我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啊，你快去上学。我催促他。他不放心地看了我一眼。昨晚的事，
昨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。行了，我打断了他，你喝醉了，不清醒。我理解，谁都有喝醉的时候。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拎起书包走了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停下来，我没喝醉。他低声说，然后转身走出了门。我愣住，心里一阵乱糟糟。这小子给脸不要脸，给他台阶不下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在家磨磨蹭蹭了一整天，焦躁不安。最终我没忍住，给秦丹打了电话。早就说了，他喜欢你，你怎么不信？他的语气像是终于等到我承认。他明明讨厌我，刚来的时候还把我行李烧了，忘了？我无奈的反驳，高中生喜欢一个人就那样，先是和你针锋相对，吸引你的注意，后来又一直气你，试探你。你这么懂，为什么还单身？我不禁问。许年年，你哪壶不提哪壶？我单身是因为我只懂高中生，成年男人都狡猾得很，我可不懂。他的爱情理论真是够了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还是一团乱麻。他给我出主意，你要让他失去信心，就去找个男人。小孩子的喜欢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这个方法倒是不错。问题是去哪找个男人？正想着，段怀川又让我去学校一趟。沈博熙最近怎么突然爱上学习了，成绩也飞速提高。哦，这样啊，挺好呀。段怀川停了停，严肃地看着我，你知道吗？青少年心理问题最容易被忽视，家长的特别警觉。心理问题？情绪低落。我回想他这段时间的表现，确实每天回来看起来都不太对劲。最开始我以为是学习压力太大，后来又猜他是不是恋爱了心事重，结果一直没考虑过他可能是真的有心理问题。但他会有什么心理问题呢？想来想去，我突然意识到是他对我喜欢的太热烈了，搞得有点神经兮兮。完了，看来我得赶紧处理这事儿了，不然他真要被我拖进坑里。行，我回去跟他好好聊聊。我拎起包准备去找沈博熙。就在这时，段怀川叫住我，许年年。我转过头疑惑地看着他。那天我回家一趟，顺便去看了你爸。我爸？我心里猛地一痛，好像已经半年没见他了。自从我固执要嫁给那位年纪比我爸还大的老头后，霸气的把我赶出了家门。他怎么样？我声音有点哽咽，鼻头酸酸的。病好多了，你弟弟考上了市里的中学，你妈妈现在在城里卖菜，日子还过得去。段怀川顿了下，他们挺想你的。瞬间眼泪差点掉下来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强忍着不让自己崩溃。那就好，我低声说。段怀川突然盯着我，眼神一沉，你爸生病需要钱，为什么没告诉我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反问他，语气硬邦邦的。这段感情已经够卑微了，他都要和我分手了，我凭什么开口要钱？他不止一次把我推到绝望的边缘，难道还要让我拉着他求他帮忙？这我做不到，所以你不让我帮你，反而找了个老头嫁了，你不觉得自己太任性了？他声音有些愤怒。我为什么不能嫁个老头？段怀川，你说过的靠自己挣钱，自己生活，我没了你照样活得下去。我气喘吁吁的反驳，别人骂我贪慕虚荣都没关系，唯独你没资格说这些。他直直的看着我，沉默了好久才低声道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强忍住眼泪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曾经那些纠结痛心的时光已经成了往事。这个周末我要回去，你要一起吗？他看着我问道。好吧，我点了点头。其实我早就打算回去了，我承认是我有点懦弱，不敢一个人面对。段怀川要回老家，顺路带上我，心里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不过在回去的车上，我一直纠结要不要告诉沈博熙我回老家一趟。最终我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。我爸看到我的第一眼，依旧是那副严肃的模样，就像我小时候考了个差成绩，他对我那种失望的眼神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回来干嘛？你不是说过一辈子都不回来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我怎么可能舍得你这个臭老头子呢？我笑着扑过去，搂住我爸的脖子。我看见他眼睛湿了，我妈在一旁眼泪哗哗的，情绪和我爸完全对比。老姐，我这次考了班级第一哦！我弟捧着卷子，兴奋地跑过来，趁机得意地给我炫耀牛逼啊！简直把我拍死在沙滩上了。我偷偷给我弟买了几个王者皮肤，他高兴得像个傻子一样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吃晚饭时，我妈拉着我，段怀川怎么没过来？叫他一起吃饭啊？叫他干嘛？我有点不耐烦。你这死丫头，喜欢他这么多年，嘴巴硬什么的？我妈掐了我一把。上次我试探过他，还是单身，而且他这次回来也是因为你和那位老头不是也没领证吗？也算不上结婚。别任性了，你们俩都回来了，就把这事儿定下来，让我和你爸也能安心点，听着我妈的话。我突然想到了沈博熙，如果我和段怀川真订婚了，他就真的剩下孤单一个人了。完了，我的脑袋已经中毒了，怎么会突然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呢？晚饭后，我妈直接去请段怀川，他一来依旧是那个温文尔雅的模样。我爸妈看着他，眼神简直是爱的不行。我却低头看着手机，心里还在纠结刚才沈博熙发的那条消息。你不在家，这是沈博熙发的。忘了告诉你，我回老家了。我磨磨蹭蹭的回了一句，你老家在哪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确定。我想了想，又补了一句，你自己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晚上看看书，别忘了哦。有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你是17岁的小屁孩，家里有司机有保姆，能有什么问题？那我管不了。我随便回了一句，灭了屏幕。年年怎么不吃饭光发信息呢？我妈突然问我。我抬头一看，才发现大家都在看我，有点是我慌乱的解释。段怀川看着我，脸色有些不自然，显然有点怀疑。段怀川，听说你家来了好多亲戚，这回回去住得下不？我爸突然问。没事，
我可以在沙发上凑合一晚，凑合什么？我们家还有客房，你小时候可是在阿姨家住过不少次啊。我妈坚持让她在这儿住年年，你觉得不方便吗？段怀川看着我妈，现在又不是小时候了，当然不方便啊。我没耐心的回绝了。从晚饭开始，我就察觉到我爸妈似乎拼了命的想让我和段怀川走到一起，那种卑微的态度看得我真心不太舒服。我才意识到，原来因为我喜欢段怀川，给我爸妈带来了这么大的困扰。他们大概也觉得我非他不可，没有了他我活不下去吧。我不禁笑了笑，真是傻得可以。段怀川离开时，气氛有些尴尬，他的脸色有点不太好，但我已经懒得去管了。第二天我其实就有点想回去了。沈博熙这2天异常安静，简直安静的让我有点毛骨悚然。可是他越是安静，我就越觉得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。不过我爸妈不让我走，感觉好像欠了他们的情，于是答应再多待几天。于是我决定去敲段怀川家的门，毕竟总得做个了结。他看到我来，脸上露出些许欣喜，像是终于等到了什么重磅消息。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你们科任老师沈博熙最近有没有去学校？这下段怀川的脸色终于变了，似乎一下子泄了气。我打电话问问，他立刻拿出手机，显然心里也不是那么平静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回来说他去了，放心吧。好，谢谢。我转身准备走，他却突然拉住了我的手。我条件反射般抽回了自己的手。年年，我们要重新开始吗？他站在那儿，姿态挺拔，满脸的笃定，仿佛下一秒我就会哭着扑向他。我愣住了，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紧张。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重新开始，第一次表现出一点软弱。以前每次我们吵架，不论我多生气，最后都得是我去低头，去道歉，去求他别分手。按照我父母的意思，我应该马上答应他，可是还是算了吧。我笑了笑，果断拒绝了他。为什么？他的表情简直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愣在那儿。因为我已经有儿子了，哪有时间重新开始啊？我看着他错愕的样子，忍不住心里嘲笑了一下。你妈妈说你们没结婚，你留在这儿无非就是为了钱，钱吗？我是有的，你要的话我给你。他说着，脸上的不理解越来越明显。我也笑了。到现在他竟然还认为我深深的爱着他，死心塌地的要和他过一辈子。是不是他觉得我是一只乞讨的小狗，给我一根骨头我就该感恩戴德，非得扑上去咬住不放？真是搞笑。段怀川，我不想回头了，我淡淡的说，就这么简单。他愣住了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灵魂，呆站在那儿。抱歉，我有儿子配不上你，再见。我正准备转身离开。许年年，你不觉得你和沈博熙的关系有点畸形吗？他突然开口，冷笑着看着我，什么意思？我愣了一下。你们的关系真的是那么单纯吗？为什么每天在学校他看我就像看仇人，专门找我麻烦？你一来学校找我他就发疯。段怀川冷冷地看着我，眼神透着一丝挑衅。我心里一震，这些事我完全不知道。他到底把你当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他的话让我的心脏猛地一沉，感觉像是被刺了一下。段怀川，你思想真够肮脏的。我愤怒地看着他，转身走了。这天我很生气，气得我看什么都不顺眼，但问题是我也说不清楚到底因为什么生气。一晚上翻来覆去，睡得像个翻煎饼的机器。我决定给沈博熙打个电话。喂，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？我有点后悔，已经12点了。我竟然给他打电话，你不也是他笑吗？你在家吧？我其实就是想确认一下他有没有在干些不该干的事。他没回我，我心头一紧，起来。你没在家啊？那你在哪儿？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这么晚了，他不会又跑去外面胡闹吧？隐约听到狗叫声和车上的交织。我迷路了他？怎么可能迷路？他不可能被坏人绑了，或者喝多了吧？你发个定位给我。我迅速打开微信定位，心里急得像是炸了锅，瞬间傻了。他距离我居然只有200米，一道闪电劈在我脑袋上，什么都没剩下。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来找你。气氛一下子凝固。你站那儿不动不对，赶紧把定位开了，我马上过来。电话那头他非常乖巧的回了一句好。我立刻穿上外套，发现外面开始下雨，然后急忙抓了一把伞冲了过来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乖乖的站在路牌下，已经湿成了落汤鸡。你怎么不找地方躲躲呀？我赶紧把他拉进伞下。你不是让我在原地等吗？他朝我笑了笑，等也不能在雨里，等你脑袋被门夹了吧？我怕你找不到我，怕我找不到他。他大半夜站在最显眼的路牌下，淋成这样。原本想骂他几句，但看着他那样，我心软了。算了，去我家吧，我家还有个客房。我偷偷摸摸的把他带回了家，爸妈早睡了，我悄悄带他去了客房，想着明早再解释。结果一进房间，他从背后抱住了我，我浑身一震。沈博熙，我想解开他的手，他却牢牢抱住我，仿佛不打算放开。是不是我不来找你，你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？他的下巴抵在我肩膀上，嗓音有点沙哑，没有，不回去，放开我。我尽量压低声音，怕吵醒爸妈。那就好。他终于放开我，开始在我脖子上蹭了蹭，才算是满意。沈博熙，不行，我快要疯了。我怎么了？他低头看着我，眼神里透着点无奈。我们不能这样，你不能喜欢我。我终于忍不住直接说了出来。他笑容一僵。你说我不能喜欢你，那你能喜欢我吗？你疯了吧？我怎么会喜欢你？他彻底炸毛了，突然一把我按到门上。不喜欢我？那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不喜欢我为什么出去找我？不喜欢我为什么每天都跑到我房间来？我妈是不是玩我，还是见一个爱一个？我愣住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时候我去你房间了？你进我房间了，还抱着我睡着了，还梦里念着你那个前男友的名字。他怒目而视。你知道那一刻我在想什么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杀了他？一下子被吓得脑袋空白了几秒。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又想抱我，我猛地清醒过来，怕我第一次甩了他一巴掌。他愣了一下，静静地看着我，接着又靠近我
我猛推着他，狠狠咬住了他的肩膀。他吃痛终于放开我，我的泪水已经止不住了。姐，他站在那儿不知所措。我错了，你别哭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看起来像个疯子？别叫我姐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对不起，知道和他一起回老家，我就极度的发疯，你打我吧。我错了，别不理我。他低声说着，眼里满是痛苦。你不要哭，我也难受。他想靠近我，我感受到我的戒备，他自觉停下了动作。我没再说话，转身走出了房间。我躺在床上一夜未眠。沈博熙虽然才17岁，但他平时总能照顾到别人，成熟的让我都不敢相信。有时候我真的怀疑，是不是我应该反过来照顾他。你大嫂拿到了他和心理医生的对话，你自己看。老爷子把那份文件扔在我面前，我低头看着那些文字，心里一阵发凉。沈博熙，我想控制对他的喜欢，但就是控制不住。他每次一笑，我就觉得他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拿走医生。那你能分清楚是对母爱的依赖，还是异性的喜欢吗？沈博熙，你会想亲吻你母亲，想占有她吗？我差点被雷劈了。对不起，我低声说，除了对不起我再也说不出别的。我妈和老爷子愤怒地骂我，旁边的人也加入了队伍，我只能默默承受，心里一团乱麻。我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错，起初我只是想对沈博熙好，觉得他孤独无助，像我一样孤单，可是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样？最让我恼火的是，他们骂的并不全错，我承认我可能对沈博熙有点不该有的情愫，但我一直在骗自己，不敢面对，最终我为自己的侥幸心理付出了代价。那些骂声几乎让我晕过去。这时候沈博熙突然冲了进来，你个混账，你还护着他！他愤怒地喊着，我被吓得愣住。老爷子气得用拐杖打他，他却毫不犹豫地挡在我面前，纹丝不动。你别怕，我来了，你别哭，这个傻子居然被打得满身是血，还在一边给我擦眼泪。我彻底崩溃了，他站在我面前，眼神坚定地盯着那些人，像个护卫一样。看啊，还护着他，真不知道他们俩待在一起做了什么丢人的事。沈博熙沉着脸淡淡地说，是的，我喜欢他，我爱他，但没你们想的那么龌龊。老爷子气得半死，直喘气。你喜欢他？好好干嘛喜欢他？沈博熙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直视着他。从小到大，我没有被任何人坚定地选择过。我的亲妈不要我，亲爸不让我进家门，亲戚们都希望我早点消失，但他不同，他选择了我。他语气很平静，但每一个字都扎进我的心里。他知道我喜欢他，他知道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，但他依旧坚守在我身边，为我做那么多事。他的心意我明白，他说着眼里似乎闪烁着某种坚定的光芒。如果他不想和我在一起，我会尊重他，但他不该被指责。你们没有资格说他的任何坏话。说完，他扶起我，拉着我走向门外，我们一起穿过公园，一起走过街道，一起站在人潮涌动的十字路口，泪水止不住的流。他低下头看着我，眼神带着一丝困惑。还走吗？我擦干眼泪，朝他笑了笑，不走了，走不动了。那我背你，我很重的，不怕。于是他就这么背着我，继续走在路上。我趴在他的背上，感受着他坚实的背脊和那股年轻的冲劲，偷偷的抹眼泪。你喜欢我吗？他有些试探的问。喜欢啊，我笑着回答，接着调侃。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时，觉得你就像我弟弟，傲娇又臭脸，就像我弟。嘴巴总和我对着干，但每次我和爸妈吵架时，他都会拼命在爸妈面前帮我说好话。他突然僵住，亲弟弟，他这次考了年级第1，他没再说话。我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回到家后，我做了一顿饭，我们像平常那样吃饭，一切看起来都没什么不同。晚上他睡了，我坐在床边，手里提着行李，想和他好好道别，但话到嘴边怎么也说不出来。我就静静坐着，看着他睡了半小时。正当我准备离开，他突然翻身抓住了我的手，他的眼睛湿漉漉的望着我。可以不走吗？我不喜欢你了，真的，我不喜欢你了。我的喉咙好像被堵住了，艰难的开口，你以后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学习。他没说话，松开了我的手，翻了个身。我看到他身体微微抖动，知道他又在偷偷哭。我去了另一个城市，找了份工作，忙得连手机都快忘了。有一天，我妈打电话来说，我弟弟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。我弟也打电话给我说，班上有个女生好像喜欢他。我忍不住笑了，那女生眼光挺好，但我没有戳破她，因为我知道这一段青春她得自己去经历。我爸也打电话说，妈最近像是进入了更年期，她快受不了了，打算搬出去住个清静日子。秦丹打电话说，林家嫁人了，新郎不是段怀川，而是班里的那个胖子，减肥成功后逆袭，狂追她，2人闪婚了。我每天听着别人生活的多姿多彩，心里只有一潭死水。不过也还好，大家都过得不错。段怀川给我打电话说，沈博熙考上了大学，这是最近的好消息了吧？他学得特别努力，成为了高考的一匹黑马，让所有老师都刮目相看。哦，那很好，你现在放下了吗？他突然问。我怎么突然提这个？我和他本来就没开始。沈博熙喜欢我，居然毫不掩饰地告诉全校，真的让我有点无法接受。和他的那段情感，也许根本就是我一直不敢面对的真相。我开始怀疑自己现在的状态，到底是在为了什么活着。后来段怀川醉了，给我打电话，年年，如果当初我没有出国，我们现在会在一起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段怀川，你喝醉了吧？我没醉，回答我叹了口气，会。那时候我真的那么喜欢他，喜欢了好久。如果他不出国，不提分手，我们可能现在已经一起毕业、工作，过年一起回家，甚至孩子都可以追着我们打酱油了。那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在一起？他问我。因为你从来没有坚定的选择过我，我不敢相信他会连我那些小小的痛苦挣扎都看不见。明明他知道我一直在为他心碎。年年，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他
他在电话那头哭得泣不成声。我们还是做朋友吧。我挂了电话，心里空空的。25岁生日那天，我决定和一群朋友去酒吧，想着或许可以改变一下我的运势。刚进门，秦丹就像看到久未见面的亲人一样，兴奋地大喊大叫：“许年年，你行不行啊？这么多年了还单身？”他大声质问。我不行就你行吧，听说你一次能搞定俩回头，我可得买2把长命锁。没好气的回应。哈哈哈哈，你以为干妈好当吧？秦丹笑得跟个傻子似的。我们喝了会儿酒，正玩得开心，突然他提议，真心话大冒险输了的就去那一桌找帅哥加微信。我顺着他的目光扫过去，立刻收回了视线。那桌算了吧，全是外国人，看起来一个个都高冷的能冻死人。万一我去问加微信被骂回来太丢人了。刚进酒吧我就注意到那一桌10几个人，全身黑色系，气场全开，看起来根本不是我们这些市井社畜能惹得起的。挑战才刺激嘛，他不依不饶。就那桌大家开始起哄，我无奈只能硬着头皮答应。结果第一局我就输得很惨。我怀疑秦丹就是在整我，真心怀疑他事先给我设了个陷阱。我鼓起勇气去找那一桌帅哥要微信，刚靠近耳边传来一阵用英文聊得热火朝天的声音，纯正的口音让我听得完全不懂，他们看起来在讨论什么重大事件。而我这么一个外人突然闯入，估计会让人觉得我有点病。我的背脊瞬间起了鸡皮疙瘩，我只能硬着头皮拍了一个帅哥的肩膀。帅哥能加个微信吗？那人转过头愣了一下 OK。 听到这句话我顿时松了口气，看来今天终于没有被拒绝。然而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，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：加什么加，抱歉，名花有主了。我转过头，恍若不见的低头，心跳也开始加速。站在那里居然是沈博熙，我瞬间感觉到全身尴尬到极致，脑袋一片空白。你们认识那位外国帅哥？惊讶地看着沈博熙。不仅认识我，不禁有些尴尬的回应：认识加个微信没什么吧，博熙，咱们可是朋友。我试图缓和气氛。谁跟你是朋友？沈博熙脸色瞬间变得黑沉，他拉住我，毫不客气地往外走。我们进了一个包间，他把我抵在门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带着一丝戏谑：好久不见啊，姐姐。好久不见。我防备地盯着他，他似乎察觉到我的防备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的表情。然后他把嘴唇停在我离1厘米的地方，突然又撤了回去。别加他，他是个渣男。他叹了口气，声音带着一丝委屈：我只是和朋友玩真心话大冒险，那为什么不加我？我不禁反问。你加我，我绝对不会拒绝你。你知道的。我顿时愣住了。2年没见，他似乎长得更高更结实了，但那张脸依然还是2年前的模样，依然让我迷恋不已。恭喜你，听说你考上大学了。他淡淡的开口，眼中闪过一丝光芒。我微微点头。有奖励吗？奖励？我有些愣住。请我看电影吧。他竟然如此要求。行，改天我随口答应。今天他眼睛闪烁着光芒，像是有某种不可言说的坚持。我有些不解，他为什么会坚持让我请他看电影？可是算了，反正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也不差这几十块钱。我们去买了电影票，只剩下晚上10点的场次了。看完太晚了吧？你不回寝室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看完再说。他似乎没有什么压力。后来我意识到，我的担心完全多余。沈博熙家里显然不缺钱，可能在这个城市也有自己的房子。于是我心里的疑虑渐渐消散。电影看完已经是午夜12点了。沈博熙送我回到家后，我左思右想，最终决定带他回我的出租屋。我租了个2居室，次卧空着，想来总比他去网吧好。然而当我们一到屋里，他突然说道：次卧有怪味，要不然我睡你的房间。我顿时皱了皱眉。沈博熙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他露出一个让人有些迷惑的笑容。我想怎样？姐姐不知道吗？我心里一惊，赶紧抱住被子想逃走。我就和你聊聊天，不干别的。他叹了口气，似乎有点无奈。我心一软，最终让他留下。我们聊到凌晨2点，我实在困得睁不开眼了。姐姐，我睡不着。他继续撒娇。数羊去，我忍不住吐槽。数了还是睡不着，他仍然坚持。我彻底无语了。沈博熙，他答应了一声，似乎等我说话。要亲就亲，亲完睡觉，求你别再烦我了。我说的干脆。姐姐，为什么不早点说这句话？他笑得非常得意。最后我们抱着接吻，接下来似乎就有些难以控制了。事后他还在怪我：姐姐，我才19岁，若你不对我负责，那可不好说了。我无语的反问：我怎么对你了？姐姐对我这样那样，简直折磨得我不成人样。他说着，脸上露出一副委屈的模样。沈博熙，你要点脸？我有些气愤。好，我喜欢这样的折磨。他又最终他搂着我，轻轻在我耳边笑道：我爱你。我心里默默回应他：我也爱你。沈博熙，你爸的遗嘱不是说你考上大学给我5个亿吗？我装作轻松地提醒他。你回到我身边是为了钱？他立刻臭了脸。当然不是，我是那样的人马。我有些不满。我又不是贪财好色。后面2个字，我喜欢他捏了捏我的腰。张嘴。姐姐，我跟你谈正经事呢。我有些无语。把我拿下，公司都给你，何止5个亿？他突然稳了上来，呼吸有些急促。姐姐，最后银行卡余额里离后面多了9个0。